朋友，过去1个月来，我们看到美国如何对委内瑞拉以弃毒之名极限施压，两国几乎到了开战边缘。没想到真实上演了冲出封锁线的剧情，为什么呢？你来看到，连日来我一直在纳闷说啊，你企图要动用航母，动用 F-35，何必用大炮打小鸟呢？原来这场惊天的布局，只为了营救一个人，那就是今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委内瑞拉反对党的领袖马查多。其实美国对委内瑞拉它的军事施压是越来越深，但没想到呢，这2天哇，张力来到最顶点。怎么说呢？现在川普公布一段画面哦，这段画面大家看仔细了，美国的直升机直接飞到委内瑞拉的油轮上面的甲板上面，大家有没有看到直升机下来是谁？直接垂降是美国大兵哦，美国士兵直接垂降到委内瑞拉的油轮上面去。这个画面太吓人了。过去你都是透过极高空的影像看到怎么炸掉那个轮船、油轮、弃尸的这些船只，没想到已经进去，直接在甲板上面，而且短兵相接。而且如果大家仔细看到，每一位士兵他是全副武装哦，直接从直升机垂降下来，直捣这个座舱室。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什么层级？这个就是特种部队在反恐的层级了。没错，大家以为不讲还以为是 AI 影片，没有，这个是白宫公布的影片哦，所以确实有歧视。那与此同时美国不断的秀肌肉，除了海上的油轮要查扣之外呢，他在这个加勒比海的海湾附近派出了2架 F-18超级大黄蜂，在这个海湾里面不断盘旋，就像个盘旋了30分钟左右。大家想说哇，超级大黄蜂都来了，那现在等于是这个张力来到最强的顶点。那你要知道，它的超级大黄蜂，它的路径其实距离委内瑞拉湾距离第2大城市马拉开波不到161公里。现在是怎么样？开战了吗？要准备闯进空袭了吗？距离非常近，大家想说哇，都直接快要直捣人家的这个大城市里面去了，难道是直接两国要直接交战了吗？当然不是，为的是什么？是为了这个女生。为了这个女人，怎么说呢？你要知道，这个像诺贝尔奖2025最新的和平奖得主就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马查多。为什么要为了他呢？你要知道，他秘密逃出了委内瑞拉之后呢，这2天到了这个挪威，到挪威去了之后呢，他清晨抵达之后呢，站上了他饭店的这个阳台，直接跟大家 say hello。他是秘密逃脱出来的哦。所以说穿了，刚刚看到的反恐部队一般层级的这个垂降落，短兵相接 ，F-18的半个小时的空中压制，所有的布局，为了抢救这位女士，把她送到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门口。简单讲呢，刚刚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都是在掩护马查多能够顺利到挪威去。那这一步这个大家说，那马查多到挪威的这段故事，我跟你讲，跟电影的谍片一模一样。他怎么出来？有更多细节吗？你要知道，他其实已经策划说要逃出委内瑞拉已经2个月了。那在策划的当中呢，时间就定在颁奖典礼之前，12月8号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戴着假发，从委内瑞拉一路逃，从首都卡拉卡斯郊区出发，一路闯关你要知道，一个女生她戴着假发，她变装，一路闯关10个军事检查哨。说真的，你要检查一个军事检查哨，你服装仪容，甚至你的身份证 ID 你要确认。他一路过关斩将，过了10个检查哨，故事还没完。你要知道，马查多呢，在一路过了10个检查哨之后呢，10个小时之后，他抵达了一个渔村，稍作休息。等到隔天的清晨哇，看到现场那个海边有一个木质的这个小艇在等着他，他跟着2个人呢，直接搭上了小艇。与此同时，电话拿起来，直接打给美军。所以你刚刚看到说，为什么超级大黄蜂在2月9号的时候会在加勒比海附近来做盘旋，就是为了要掩护马查多。那所以呢，到了这个12月9号下午3点的时候呢，他顺利抵达了荷属的库拉索。他在抵达这边之后呢，马上川普安排了一组人马，安排了一组包商来帮他接应，让他好好稍作休息让他入住饭店等等。那到了隔天早上，川普就派出迈阿密的行政专机，直接到了荷属的这个库拉索去接这个马查多，直接上了专机，直接不降落，是飞抵了和平奖的颁奖典礼的现场。要知道，这一次在马查多的旁边护送他的是谁？是狙杀宾拉登的海豹部队。嘉明要来告诉我，这一场是川普布了长达1个多月的局。海豹部队潜入了委内瑞拉，护送了马查多，经过了10个哨所，夜遁出逃。
那个简直是太惊险了，这真的是真实版的冲出封锁线背后这个鬼魅一般存在的特种部队。今天好好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那个刚刚其实旺哲也讲了很多，在整个营救的过程，但是你在营救，这是进入到领地当中营救，但是为了让马查多有更多的空间。川普他从2个月之前就开始布局，要转移委内瑞拉当局的一个目光。他做了什么事情？大家回想一下哦，川普他罕见的证实 CIA 在委内瑞拉展开行动。为什么他要公开来讲？就是要让你知道嘛，你开始注意到我 CIA，那才可以隐藏我要把马查多救出来的这个行动。所以你看这时间点什么时候？10月份是不是刚好就是2个月前马查多要逃出来的时候？好。做戏我们要做全套的，我不是说只有告诉你说我 CIA 要去你委内瑞拉执行行动，我周边也开始有动作哦。在哪里？带大家看到这个是卫星空拍图都看得到的，这个是美国，它其实已经停用20年的罗斯福路海军基地。这个地方其实在加勒比海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地方从这地图来看，它距离委内瑞拉其实只有800公里而已。所以你居然在我家门口蠢动，我吓不吓死我就盯死你。对，而且你看它还有包含 F-35、B-52轰炸机，通通重兵放在这边。MQ9无人机放在这边，这些动作都在调虎离山、声东击西啊！你委内瑞拉看了会不会怕？吓死了！那你重新去整理这一个军事基地那就算了，那你人呢？你不可能只有整理基地嘛？结果你看，根据舰队数据的这一追踪显示，美国他把海外的很多的海军通通部署到了加勒比海，多少人？4500名的特种部队跟这些海兵。所以你说你是委内瑞拉，你会不会害怕？怕都怕死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没参透，原来是一场戏，一场声东击西的戏，目的只有一个，布了2个月的局，要抢救马查多。对，尤其刚刚看到军事基地跟人力之外，刚刚巨强哥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有一支暗黑部队，这个才真的是。敲响了委内瑞拉的警钟。来看到这个暗黑部队是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它什么来历？它是陆军特战队唯一一支航空部队。为什么需要航空部队呢？你要知道。我们就算你说我们讲说特种部队、海豹部队啦、绿扁帽啦，你战力再强，你人进不了作战区域，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这一个160这一个特战部队，它其实过去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11年，他把海豹6队的一个特种部队成员神不知鬼不觉送到巴基斯坦去执行海神之矛行动，猎杀宾拉登。因为你要飞进去，你不能被发现。那为什么要怎么做到不能被发现呢？你不能飞太高，你雷达会扫到，所以它低空飞行非常的重要。多厉害呢？巨强哥带你来看这段画面。你看这几架这个直升机，它是从布鲁克林大桥画面上看到，它从布鲁克林大桥的桥面以下低空飞行。这个是 AI， 这个是 AI 影片，这是真的，完完全全是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你要有这种飞法，低空飞行非常非常的困难。尤其你在这个部队当中，它的战机又有逆中的功能，飞得又低。你看你雷达上看得到它吗？看不到，鬼一样的存在。所以它就是透过这样突穿，让你神不知鬼不觉。海豹部队已经在门口了。尤其这个部队要训练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你必须驾驶飞机的，你要在低视，就是我的视线能力很差，夜空当中我要能够精准的飞行，精准到达一个目的地。这只空中幽灵，它不是天生强大的。再来，嘉明要告诉我们，把它催生出来，居然是一场美军到现在永远不想再回忆起、不想再被讨论起的噩梦啊！确实，先来带大家看到2个行动。第一个，先来看到这个行动是在2005年5月，其实美国海军海豹10队，其实当时为了要来狙杀塔利班的一个领导人，他们就是利用160的这个特战航空部队，他把他们送到了侦察地区的一个外围。是，那我把部队送进来，没有人发现，我才有办法来做秘密侦察嘛。没错，发现我们的目标真的就在不远处，那我只要标定目标，我就可以直接进行打击了，对不对？但是，一切看起来顺利的行动当中，却出现了变数。因为当时他们遇到3个阿富汗的牧羊人，刚好经过，看到，这里怎么有美军啊，对不对？但是因为美军规定，你手无寸铁，我不能攻击你，我就把你给放了。那他会不会去通风报信？没错，所以啊，当时他们牧羊人走了之后，就去通风报信。他们再度爬到高点来看的时候，他们4个人结果已经被200多名的塔利班武装分子持武器把他们给团团包围。所以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队长想尽办法爬到一个高处，赶快打卫星电话去跟美军来求救。最后好不容易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把这一个唯一幸存的这个队长给救了出来。所以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你要偷偷把人放进去很容易，但是你要把人救出来很困难。你就知道空中运输有多么的重要。所以特战部队再凶猛、再厉害、再人间杀气，
他又有一双神不知鬼不觉的双脚，双脚就是这个空中鬼魅部队啊。对，所以呢，大家一定会想说，那为什么会想到说，我要成立这样的一个部队呢？当然是受过非常惨痛的一个代价。来看到，这是在1979年，当时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那推翻了比较亲美的这个政权，所以当时非常多的500多名的伊朗学生，我就直接闯进大使馆，就画面上看到这个，挟持了里头66名的一个外交官。那当时呢，因为还没有这个160的特战部队，那我要救怎么救呢？我就出飞机去救他们嘛，对不对？所以我出动的，半年之后，这个卡特总统下令这个鹰爪行动，要把这些人给救出来。是，结果这些飞机才刚起飞没多久，遇到沙尘暴，飞机好几台都坏掉了，而且你的能见度很差，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里头救人。那怎么办？怎么办？那撤退啊，对不对？我们改天再来救嘛。就撤退过程当中，2架飞机对撞，8个精英部队人因此死亡。所以打草惊蛇之下，伊朗政府开始把66名外交官嘛，我把你分散在各地，化整为零，你要怎么救？你救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表示说，我要如何巧巧的把人给救出来很重要。那当然，替代方案就是，那我有6个外交官跑到了加拿大的这个大使馆去求助嘛，拜托救救我们，我们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所以美国跟加拿大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联合的救援计划，它也改编成电影，就是《雅果出任务》。当时2名 CIA 的人员，他跟这6名逃出来的美国的外交官。加拿大决定核给你我们加拿大的护照，那所以我就说，我来拍片，这个是我剧组的人员，我们来看景，好，那所以他就拿着加拿大的护照，悄悄的从德黑兰机场逃了出去，才把这些救出来。但是这一起行动让美国知道一件事情：我再厉害的部队，我没有无声的脚，再厉害也是枉然。观众朋友，最近大家在讨论是《动物方程式2》，哇，真的是太有话题了，它抢占了全球的票房冠军，让迪士尼真的扬眉吐气。为什么这么讲？好长一段时间，电影票房、动画票房太闷了，可没想到迪士尼这个全世界最会告人，也最会抓盗版的版权魔王，居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下巴都掉下来的事。他同意 OpenAI 使用它的经典角色，这什么概念？米老鼠、漫威、星际大战以后都有可能被 AI 重新拍一遍吗？我们就问迪士尼出卖家底，到底他图的是什么呢？迪士尼的动画其实自疫情后呢，他们的票房一向没有很好，但是以下这部片《动物方程式2》呢，哇，真的是逆转胜。画面当中你看到的《动物方程式2》。其实它当初在2016年上映的时候，它的全球票房，就像10亿美金哎，厉害吧？10亿美刀哦。可是呢，《动物方程式2》现在上映才2周，几年了？2025， 9年过去了。它现在2周票房就9.1亿，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很多人说很可能会破第1集的票房纪录。片中彩蛋超过10个，片尾预告、第3部续集等等，老少咸宜，回味无穷，2刷、3刷。好啦，刚我们讲的疫后市场，巴斯光年它的票房不到2.3亿美金，赔1亿。可是它的竞争对手环球影业，它的小小兵2全球票房9亿多，你差人家快7亿，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结果后来迪士尼回去好好开会检讨，觉得很可能现在他们必须要将他们的家底主产到更新兴的市场去，就是 AI。你看迪士尼打算斥资10亿美金投资 OpenAI 未来3年它要授权超过200个 IP， 比方说米老鼠Mickey Mouse 或者 Star Wars 还有像是动物方程式刚刚你看到的狐狸兔兔等等，让可以消费者下载 ChatGPT 或者 Sora 之后，用这些角色去创造一些 image， 就是影片、影像比方说 Sora 是影像。ChatGPT 就是图片等等而且它就独家授权。所以你的意思说，他把 AI 当成他的芯片厂，把全世界可以取得的这些玩偶、这一些 IP 的角色编故事，你们去编，全球玩 AI 的人都当成迪士尼的打工仔，不然我会沦为传产呐！我不跟着 AI 接轨同步的话，那我这样很可能电影都输环球嘛。之前，所以呢，这个时候2026年初开始呢 ，Sora 的用户可以创作部分的 AI 影片。你不但创作，如果创作的好 ，Disney Plus 就是你看到这个我们讲的串流媒体，
还可以放上你创作的影片。这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吗？也就是说，今天我开放我的经典角色，你们去创作，你们创作完之后，好看的还能上架 Disney Plus， 有流量，有收入，然后重点是它是怎么样？它独家授权，钱还是会赚回迪士尼啊！我帮俊相整理一下哈，来 Sora 我去投资，然后你们花钱来这个加入 Sora。创作好的影片，你想要放上 Disney Plus 的爱线一下，你没有Disney Plus 会员，你又得加入，这不三赢吗？是不是？你以为真是拿家底啊？我是拿家底来跟你换现金哈。所以我们看到了迪士尼的院线票房惨赔，这次好不容易，这个《动物方程式2》让它扬眉吐气，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它只能靠着乐园、靠着串流在苦撑。特别你看到了，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空间，多爱。爱到连死都要死在迪士尼乐园呐！好，首先呢，有去过迪士尼乐园的观众朋友就知道，你进去就是什么梦幻世界。你在迪士尼乐园里面呢，你望过去的天空都是蓝天白云，看不到其他的大楼建筑，因为它要给你一个什么完全梦想的世界。全球最贵的迪士尼门票就在加州，一张票6000块钱台币，但你说这个价格会吓跑观众吗？不会，依旧是人满为患了哈。每天进去的人一样是大排长龙，这么贵，活着也要去，而且不止活着要去，连死了都要去乐园里面，你知道吗？很多的员工都说啊，很有游客哦，把以前这个朋友或家人的骨灰哦，偷偷塞在包包里面。为什么呢？背在背包里。为什么呢？进到乐园，因为他说生前要在乐园，死后他不要去墓园，他要在乐园。哎，我的天哪！对，生前在乐园，死后不去墓园，骨灰也要撒在乐园呢。对，而且还挑哦，他会挑他最喜欢生前的乐园，看是喜欢在花园里面，还是喜欢在草坪上，或者直接倒进河流当中。啊，那干后啊，我们去不知道的人，会不会在那个地方阴魂不散呢？所以也有很多的传说，尤其是在乐园的鬼屋里面。好，你说里面有没有一些传奇跟内幕呢？其实是有的。创办人华特迪士尼，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嘛。好，很多的卡通都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1996年，他官方宣布因为肺炎引发了心肌梗塞，所以就过世了。对，但是他的死因非常的神秘，他的死后过程也非常离奇。你照道理讲说，他过世之后呢，应该会举办一个大的这种纪念活动，让他的粉丝也好都去帮他做悼念。但是他死后呢，骨灰不见了，人也消失了，就这样销声匿迹。所以一直以来都谣传说，华特迪士尼在生前留下了一句遗言。他不要被火化，他要被冷冻、冰冻。要做什么？他要等过20年、50年后科技发达了，他要复活。所以一直谣传他的遗体是被冷冻着，连地点都有哦。谣传是在迪士尼乐园里面的加勒比海园区。哇，这个传言不得了了，当年沸沸扬扬，所有的美国国民都在网络上怎么样当键盘侠，赶快去查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冷冻人，华特迪士尼在哪里？哎，这个很疯狂哎，就是疯狂的粉丝骨灰要撒在这个地方，长眠在迪士尼乐园，然后连创办人的大体可能都长眠在地底，等待再重新复活。是，那意味着什么？关门天黑之后的迪士尼乐园会不会变可可夜总会了？哎呦，听到这边觉得毛骨悚然，对不对？是。还有更毛骨悚然的，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吗？好多人在搜寻 Frozen 有没有冷冻人这回事，但是迪士尼他怎么做呢？他为了让这个纷争跟这个谣言赶快落幕，他拍了你画面上看到的这个爆红的卡通。冰雪奇缘是这样来的，你知道那个 Elsa 那边 Let It Go Let It Go 的时候唱的，全世界都在跟着哼这首歌，但是它目的是什么？转移你的焦点。 Let It Go。当大家在搜寻 Frozen 的时候，你不会再导向冷冻人了，导向 Elsa 去了，它就会洗版，你就忘了还有一具大体等待被复活。是好这样的一个传说谣言呢，就在迪士尼这边好慢慢的发酵。听嘉芬讲到这个地方，最不可思议的来喽！全球现在是准备第6座，你知道吗？这6座乐园当中有3座出自于台湾人之手，真的是真的。我们在为您来揭秘背后这个神秘的团队，他做过什么代表作呢？陶朱隐园他做的，甚至吊车大王的启德白宫也是他的精心力作。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奇团队这么厉害？哇，原来啊，台湾的这座号称像是梦幻版的迪士尼城堡，跟
外国美国的迪士尼的这一场版权纠纷事件，竟然是牵扯出了原来台湾有一个建筑业界的台积电这么厉害呀！我们先来看到它有像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是台湾版的欧乐沃逐梦城堡，旁边是美国迪士尼。哇，你这样一眼望去，哎，还真的有点像完了，你会被这个版权魔人告到死啊！哎对，呦，因为都是蓝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而且都是城堡嘛，对，所以你觉得哎，真的蛮像的。是，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版权争议一爆发出来之后，其实人家欧乐沃逐梦城堡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反而是有一间建筑公司叫做豪门国际开发，4天之内发了2度声明说，不，这个绝对没有盗版。哎，你觉得奇怪了？突然一间国际开发公司跳出来急跳脚啊，原因是因为呢，这家台湾的豪门国际开发就是专门在做国外迪士尼的建筑打造，所以他非常害怕，第7座的这个杜拜迪士尼可能就要去做打造了。如果这个时候被他爆发说你呀去做盗版的话，哇，那糟糕了，后面的生意呢可能都不用接了。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一家公司，这一个神秘的台湾团队，他到底有多么的有创意？他过去有做过哪一些让人惊艳的代表作呢？好，包括了非常非常知名的这个地标啦，陶朱隐园，还有哇，即将明年要登场什么埃及的这个大博物馆的奇美博物馆，还有包括吊车大王他们家启德白宫，都是出自这个豪门国际开发之手。你说它算不算是这个建筑版的台积电？它根本就是台湾的地标制造机啊！好，那你说它到底有凭什么本事能够享誉国际，让美国迪士尼、加州迪士尼都要指名要找这家国际开发公司呢？好，包括你说他通过了美国迪士尼的层层考验跟关卡，他们怎么严苛呢？美国的迪士尼你要来做我们的乐园，可以来这本圣经给你，这么厚，有6、7公分厚，他们号称叫做工程圣经。这本书里面呢，工程规模细到你可以说它是龟毛，但里面呢有一本什么厂商名录，你要进到这个名录里面去，哇，那真的是要通过层层关卡了。里面只有唯一一家台湾厂商，就是这一家豪门国际开发。他做什么的？对，老板是谁呢？陶给喜下啦，陶给就是他从台南起家，叫做简廷在。一开始跟他的哥哥在家里面的铁皮工厂里面去做那种模型礼品的打造，有点像现在要圣诞节了，他就去做什么圣诞老公公啊，做麋鹿啊、雪橇啊去卖。那后来怎么样呢？他做着就开始做大型的这种雕像了。第一个让他成名的就是1992年他做的花莲海洋公园，这个也很厉害。海豚有没有那个非常知名的？就是这个他做的。后来呢，做着到了深圳去考察，他就决定在那边设厂了。那么在深圳设厂之后呢，有一天接到了一通电话，哇，这个电话呢打开了他的国际市场。原来这通电话的主人跟他说，我们这边是威尼斯酒店澳门这个威尼斯酒店吗？对，哇，开到了这个澳门去了。然后后来要做这个威尼斯酒店之前，他还先到拉斯维加斯去观摩。他去了5天，从头到尾只做一件事。拿起相机不停的拍照，对，他要去看每一个细节，而且回来之后，他要把这个每一个惟妙惟肖的细节呢，盖到他的威尼斯酒店上去。再来，威尼斯酒店盖好之后呢，哇，让香港人为之惊艳呐。接下来又有第2家公司上门了，电话来喽，对方是谁？香港迪士尼。哇，倒退3步来了，上门了，这是大生意哦。好，他就接着去做了香港迪士尼。接着香港迪士尼成功之后呢，又受到了新加坡的环球影城的案子，哇，真的是一个接一个。那再来呢，有谁看到了？其实上海人也看到了包括了澳门到了香港，上海也看到了。对，2014年呢，准备要做的是上海的迪士尼。一开始当然喽，上海的生意给谁做？给上海人做嘛，天经地义。但是美国迪士尼说 ，No， 我要给简廷在做。好，那怎么办呢？上海的迪士尼的工程的总包商说我们是上海的这个建工集团我们也是有国际背景的，我们也能做啊。但是美方说不行，就是要给台南起家的简廷在做。再来上海建工就说还不都一样，就是沙子混凝土滚一滚，就这样孔上去，有什么难？但是他们就是做不出来。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